你用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说服你自己，导致于你对于这个状况、这个人事物视而不见，把自己困在一个无法选择的局面。那在第2个月，你已经看到了我不开心的地方，我是用眼泪去换来的。只要让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平静的，那都不适合你。你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能够去承担、做出这个选择。你要以你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去做一个衡量。既然有一个新的感情进来，有一个新的工作进来，那这一次我一定要聪明的去选择真正适合我的、我想要的、符合我要的条件的蝴蝶牌卡，就是你这一季的重点。你有没有办法从这个过程当中浴火重生？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追随你内心的那个最高价值？Hello， 各位天秤座、天秤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啊。那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呢，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时候看到这一则影片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前后推敲3个月，或以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吗？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那我也相信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这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哈，你就可以以当下的状况为主。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解说有关于这个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这个整体架构跟流程啊。首先呢，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我们有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就是我正在翻牌的部分，我们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有关于各个月份能量场的一些概括。那接着呢，我们会来分享有关于在每个月份呢，你的心灵也或者是心理上面会经历哪些转变，以及在本季你有哪些正有优势部分，以及需要加强优化的地方。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会首先呢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在上半场要告诉你的这些每个月的一些细节症结点，还有哪些事情会发生，我们会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以及在第2个月的不是第2个月，在第2个部分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你的心理或心灵呢正处于哪个蜕变的阶段，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说。那接着我们也会来分析一下在每个月份你目前卡关的地方或正要突破的盲点有哪些，然后呢我们在第4个部分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一季这一场转变对于你灵魂所带来的意义跟生命的礼物。 OK， 好，最后我们会用大家最喜欢的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要传递给你的讯息，好吗？会透过传讯者我用口语表达的方式来告诉你。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要进入你的这个能量运势这一季的牌卡解读哈。那在等一下呢，我要解读的过程当中呢，我先跟新的朋友们来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频道还是偶尔会有一些新朋友的加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困惑。OK， 好，等一下呢，我在解牌的过程当中，我会讲第1个月跟第2个月还有第3个月，这是代表本季的第1个月份、第2个月份还有第3个月份，并不代表是今年的1月、2月跟3月，好吧 ？OK， 好，那呢，请这个天秤座、天秤座的朋友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好吗？请稍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Jane，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我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们，某部分我先讲一个极小宗的讯息哈。某部分极小宗的天秤座的朋友们，你正在看这副牌卡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过程当中，你交手的人物非常有可能是天蝎座，或者是他上升月亮在天蝎，这可能是极小众，而且有可能需要你知道对方的星盘，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是不是给你的讯息。 OK 哈，那如果刚好有对应到，那特别这一季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就是给你的。那其他的朋友你也不用说我没有对应到就不看了哈。我是指那一群特别极小众的朋友们，这个讯息就是一定是要给你的。 OK 好，来，那你整个季度的这个能量场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在期望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新的关系、新的合作、新的生活或新的机会，在这一季它会来，你心里想的那个愿望它会实现，但是这个非常考验接下来你要如何去承接这个新的愿望、新的关系或者是新的机会。因为呢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新的什么或想要得到的什么呢，你是很渴望的。然后某部分极小众的
天秤座的朋友们，你是希望这个机会或这个关系或这个合作能够带领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解脱感哈，或者是有一个依靠或可以依赖的感觉。不过在这一季，我觉得你会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不是说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哈，不是这种悲观的这种想法哈，而是说你会从中去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一段美好的关系或一个很好的合作，或者是一个工作的契机，它不是不靠努力，它就会变成你理想的样子，而是有点像是一块粘土丢到你手中，你必须要能够动手去雕塑，那它才有可能会成为你想要的作品。OK， 好，这大概是你这一季的整体能量的概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好吧 ？OK， 好，来，首先呢，在第一个月份，你抽到是钱币二跟权杖十，还有这个愚人牌卡。这三张牌卡呢，在你第一个月份出现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说你很 struggle 哈。这个 struggle 呢，不是说你很挣扎，或你就是好像被这件事情搞得很烦。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例哈，请大家如果是新朋友呢，请你灵活运用，把这些状况带入到你生命当中哈，或生活当中的场景，因为我不可能去应对每个人的状况。那呢，我这个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没有任何主题上面限制，你可以放在工作、创业、感情什么，通通都可以。OK， 好，来。这张牌卡为什么会说你有点 struggle 哈，就有点挣扎哈，有点奋力在支撑或者是支持这个你想要的工作或关系或者是合作。好，那这个权杖十跟这个钱币呢，象征的意思是说你很渴望这个可能有一个新的契机，或者是这个不一定要换一个新的人或换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哈，这个也象征的是指你也渴望这段关系哈能不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或新的模式，或这个合作有没有一个更适切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运作的更加的顺利。也有可能某部分的确你就是想要放弃这个旧的，你想要去新的。 OK 哈，所以你要看你是哪一派的天秤座的朋友们，好吧 OK 哈。但 anyway， 在第一个月份的时候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种求新求变或渴望新的来临哈，这个是在第一个月份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的心情会因为这个对比，就是说我渴望有这个变化，我渴望有这个新的来临的这个对比，你会更加觉得目前身处于你是在现阶段的这个人事物哈，会让你形成一个为什么会说很强烈的对比哈，就是说你看别人家的老公都很好，你看我们家老公都好吃懒做哈。但我先讲哈，我是举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夸张一点的这个举例哈 ，OK， 就是说你会觉得哇，有一个好强烈的对比。或者是你会看你看他明明跟我在同一个行业工作，他年收入1000万啊，我却年收入不到100万。好，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说，由于这个很强烈的渴望跟这个求新求变，或者是希望有一个新的什么契机，让你造成一个更强烈的对比，你会对于现阶段的这个人事物，你会有一些更不舒服的感受。OK， 那因为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就会出现出我要怎么样去权衡利弊了。这个钱币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权衡利弊，我承担的这些对我来讲到底值不值得，有没有价值，或者是适不适合我，或者是我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这个是你在第一个月份，我觉得你会很明显去感受到的东西。OK， 那来到第二个月份，你抽到的是女祭司，抽到的是圣杯二，抽到的是 Temperance。OK， 好，我个人会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哈，你想要的东西哈，宇宙绝对会分秒不差的送到你生命里哈，这个我是非常相信这件事情的。但是呢，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哈。你看哦，你说好，我们两个感情要换一个模式经营哈，我们要重新燃烧我们的热情哈，或者是呢，你期待有个新的工作契机啊，有人猎人头公司来给你挖角了哈。好，来，现在来了。OK， 来咯，来了之后要怎么办呢？你注意看哈，这是一个圣杯二，这 Temperance 也拿两个圣杯二。第二个月份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个机会来了，这个关系来了，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来了。OK， 这在一个协商协调的阶段，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选择留在旧有的人事物关系里面，这是一个你们非常好适合去谈妥，或者是去沟通，或去往来，或者是讲清楚、说明白的一个契机，在第二个月份。OK， 好，那如果你是属于我终于找到一个新的工作的契机了，或者是我认识一个新的约会对象了，那这个月有点像是你们在约会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好，我就尽可能形容，但是你要灵活去套用。OK，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边有一个女祭司，女祭司呢会变成是，我觉得因为过去这一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导致于在这个新的人数进来的同时呢，你注意看这边有两个柱子，一个是黑，一个是白嘛，对不对哈？就有点像说，你会把这个人把这个机会，把这个工作一分为二啊。他这个条件很好，这个条件不符合我需要。这个人长得很帅，但是他很矮，好，比如说理想这样 OK 哈。所以呢，这会变成是在第二个月互相协商的过程当中你会很容易看到不能讲缺失的那一面但是就有点就是说他很帅，但他好矮哦。如果说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嘞哈，是不是这样说 ？OK， 所以呢。这
是会让你很容易去看到比较不好的一面、缺失的一面、不够满足的一面，或者是你觉得不 OK 的地方，好，你会把你的重心跟你的注意力，或者是你观察的点都放在那些比较不容易满足、不 OK 的地方。但是这个契机、这个转变、这个机会、这个协调、沟通协商，它只的确第2个月份来到这里了。OK 哈，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你会有你自己很多内心上面的考量。所以这个女极系数在一个月亮上面哈，所以就代表说我有很多我自己内心上面的考量。我这一次要做一个聪明的决定，为什么呢？这个女祭司她身穿的是紫色的衣服，象征的是说我要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好，因为过去的这些东西已经让我觉得，比如说疲惫不堪、无法负荷、不能满足，或我不是很高兴。OK 哈。所以呢，正是因为如此，你就会放大那些所谓的负面的、缺点的、不满足的、不 OK 的。好，所以呢，这个第2个月，我个人会感觉你的情绪走向或你判断的走向会走到这里。那来到第3个月，为什么我刚刚有讲哈，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它可能不是100%十全十美满足你，这颗粘土哈，可能要经由你这个艺术家的雕塑，它才会成为一个你理想中的作品。OK， 那第3个月呢？你注意看，你这个是权杖5跟钱币5，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呢？圣杯2对圣杯2，5对5，意思就是说呢，2个人之间、2个合作之间、2造关系之间，如果他要能够成为双双对对，哈，2加2等于4嘛，对不对？双双对对，我们要很稳固的这种双双对对，是因为数字4象征的就是稳固 ，OK 哈，4平8稳嘛，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个所谓的调整就要来了 ，OK？ 权杖5象征的意思是说，我们还在练习，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因为还没有走到权杖6。钱币6象征的意思是说，某一方是失衡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到钱币6这种你来我往对等的这种付出，或者是平等的这种对待。OK， 所以这个东西会在第3个月放大，因为第2个月你已经观察看见了，好，或者是你进入到一个协商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进入到一个互相认识的阶段。第3个月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忍受的，哈，当然没有办法忍受，我是讲的比较强，就是比较强化这个语气哈，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你每次跟我沟通哈，我们尝试沟通，每次你跟我沟通，你都还是不听我说的话，你就是想要说服我哈，你就是想要就是吃定我哈，或者是你就是没有打算要改变这个东西哈，那。第3个月，我个人会感觉你会意识到你不能改变的部分，然后不能够怎么讲，不能够勉强的部分，或者是你不能够接受的部分啊。OK 哈，因为你去想嘛，他就是那么矮，你总不能打断他的腿骨说，你长得很帅，这样很可惜耶，还是你穿高跟鞋好了，你去做一个那个什么增高鞋垫好了，或打断腿看能不能长长一点好了，不可能嘛。对不对 ？OK， 所以在第5个不是第5个，在第3个月份，这2张5象征的意思是说，你来到了一个抉择点，要还是不要 ？OK， 接受还是不接受，妥协还是不妥协？因为人没有完美的 ，OK， 事情也不会有绝对的，所以这会造成在第3个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决策点就会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圣杯4。OK 哈，圣杯4就是这个人把圣杯递过来了，那现在我到底要不要伸手去拿下它？就是说，如果我进入到一个新的约会的一个新的对象，那来到第3个月，我已经看清楚这一切了，那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爱呢？或者是你留在这个旧的公司，然后他们可能跟你讲说，来吧，那我们跟你重新谈一下条件。来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谈来谈去谈了1-2个月 ，OK 好，那他这个圣杯递给你，那你到底要不要留下来呢 ？OK 好，那这个圣杯4还有一个额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天秤座的朋友们哈。你在第3个月，你会去思考，你到底要不要继续留下来的原因是，你注意看这个女生哈，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这个这副牌有点反光，但你可以注意看她的这个 T 恤上面是写 over it， 意思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干脆算了 ，OK 哈，我觉得就到此为止吧 ，OK 哈，你心里在想我要到此为止，还是接受这个圣杯？所以这边有一个圣杯3，好，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这个圣杯3就是你在看这3个圣杯做一个抉择的过程当中，你在想这样到底对你来讲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OK， 所以我觉得你在第3个月所做的这个决定，会以你的情绪感受去做决定。老子爽不爽，老娘开不开心，做一个决定。好，我讲的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这个底气。OK， 我敢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这个底气，我可以用情绪、感情用事，因为我有本事。OK， 这个是你在第3个月给我的一个能量场。OK， 你也可以不要花时间去跟这个人耗，你也可以不要花时间在这个比如说创业的项目上，你也可以不需要在这一份工作持续的投入，因为你有本事。
你可以去做。你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你也看清楚了一些真相，或者是对方有没有展现出这些诚意，或者是说条件到底适不适合你，好吧 ？OK 哈，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OK， 我个人会认为，在这一季呢，应该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契机，但是第3个月才是你真正做决定的时间。OK，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第2个月跟第3个月的时候有点耐心，等待这个真相去揭露，然后等待这个契机。这个愚人牌卡也象征的是老天爷宇宙给你一个机会去看清楚这整个局面，或者整个局势。那愚人牌卡也象征的是在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局面、新的局势进来，但是在那之前，老天爷先让你搞清楚、说明白，或者是比如说去理清楚，这样子 OK 哈。好，那接下来我请大家不用紧张哈。等一下，我在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我们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说明各个月的一些症结点跟细节，还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件，所以你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轮廓。OK 哈，好，来，那在第1个月，我们来看你目前心灵或者是心理会经历哪些转变。这张牌卡是一个棕熊，那棕熊这张牌卡叫 Take Time Out， 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有讲了，在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你在权衡利弊嘛，你在思考嘛。Take time out 的意思说我们要暂停一下下 ，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天秤座或天秤座的朋友们这边有一个小众的讯息大概10%到15%左右的天秤座的朋友们呢，你们某部分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呢，可能之间的联络是有点断断续续，或者是比如说暂时有一段时间没联络。比如说我这样举例来讲比如说你跟你的男朋友吵架，然后呢，进入到这一季之前呢，你们可能已经2-3个礼拜没联络，或1-2个月没联络了。后来你们就觉得这样可能不是一个办法，所以就进入到第1个月跟第2个月开始这样走向，然后最后来到第3个月就决定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复合，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干脆就分开好了 ？OK 哈，因为可能沟通不良或沟通很顺畅 ，OK 哈。所以这张牌卡给某部分小众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你呈现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你在这个停滞就是 take time out 停滞的这段时间呢，你的心理跟心理上面需要去经历的一个改变，就是说你正在重新找回你自己的力量，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我才能够好好的结束它，或好好的去推动它，这是属于那个小众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会去经历的。OK， 特别是如果你交手的是天蝎座的人 ，OK 好，或他本身也是天秤座，你们非常有可能2个人都是天秤座 ，OK 好，那大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你这个月份会经历的心灵跟心理上面的转变是，我个人会感觉你在这个交手的人数里面呢，你已经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不能讲到什么倾尽所有这么夸张了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该付出了，该行动的，该给予的，该协调的，该忍耐的我差不多都做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你觉得是时候了，我该及时停损了，我该能够为自己多想一点了，我该能够去看到我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负荷的，因为棕熊呢，它是一个非常，你们知道吗？熊它是很大的，很有力的，对吧 ？OK 那甚至是很吓人的。我个人会感觉你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你懂我意思吗？你这个熊如果我不起来站起来哇这样子怒吼一下你好像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温馨的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熊那个什么小熊维尼是很可爱是吧 ？OK 所以这个棕熊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怒吼或爆发的时间快要出现了，你发现你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所以这个time out有一点像说。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就不是小熊维尼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就会变成一只非常凶残或者是很火爆的这个棕熊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了。所以这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你心理跟心灵上面经历的这个变化，就是你发现你真正内在那个要火爆我当然不是说你的情绪很火爆，或你这个人这个人的群性控管有问题，是指你要这样子炸开的这个状态已经要来了，这个就是你会经历这个转变。所以因为这个转变跟这个压抑或这个承受或者是这个权衡之后，你发现不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调整。OK 所以来到第2个月份这边呢，是一个很可爱叫做 Be Playful 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鸟。这张牌卡呢，其实要告诉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就是说你会觉得我好像失去了人生当中的那种快乐 OK，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渴望这个新的来临或新的转变，或者是你不想再用一个不是很满足很开心的状况去面对这个人事物 OK 所以呢，这张Be Playful 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希望重新找回你自己的快乐，就是说当
当初我来这间公司上班，我是对这个行业有所热情，这个就是所谓我想快乐，我想 enjoy 在我的工作当中，或我当初跟你这个人在一起，或我当初跟你这个人合作，是因为我欣赏你有什么样的才能，然后我很佩服你怎么样，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很吸引我 OK 哈。但是当这些东西可能不再存在，或者是有一些现实上面的因素考量或影响，导致于这个原本很开心快乐的东西不见了OK 哈，可能剩下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应该要去付出的一些责任，或应该要做到的工作的要求 OK， 所以导致于可能在这个看似还不错的状态之下，这个开心快乐的东西它消失了 OK， 然后这张牌卡是51号牌，51号牌就像我刚刚讲的5加1等于6，对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呢，5号牌就是这个转变呢，它没有办法再被避免了。OK， 5加1象征的是6，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能够去找出我对于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的信念，让我能够勇敢走向这个改变，才能够去达成这个权杖6我想要的结果。OK， 所以这张牌卡就是说，你心里或心灵会经历哪些转变？就是你开始，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老子快乐，老娘开心，我才要这样做。为什么我敢在前面还没有翻这些牌卡就告诉你，你可以用你的情绪去做一个决定，因为你的快乐对你来讲更重要，这个就是你的心理跟心灵上面会经历的改变 OK， 为什么有些时候我在传递讯息会用一些用字遣词哈？新来的朋友你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那是因为你的能量场会这样互相照应，不同的牌卡会互相的验证，所以我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你希望你享受开心快乐这些东西能够重新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张牌卡是 Dolphin 哈，这个叫什么 Dolphin 是叫什么海豚，好，对，海豚 ，OK 哈，好，他们说呢 ，this and that are true，OK 哈，象征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海豚的能量场哈，有点像说，在第3个月份，你心理跟心灵会经历的转变，有点像说呢，你看哦，海豚它是从这个海面上这样咻飞下来，不是飞下来哈，就是这样，要怎么讲？从海这样冲出来，然后下去，冲出来下去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他们是很顺着这种海浪，或者是比如说这种潮流去做一个波动，对吧？但是你要去想哦，要看见海豚并不容易嘛，对不对？可能要有点运气，你就算去赏金也要有点运气，是不是这样说？对吧？但海豚这个意象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想要找回你最纯真的那个状态 ，OK， 就是说。我不想要在这样子，比如说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文化里面相处，因为这个好不适合我，这就不是一个适合我的环境，好，或者是比如说我想要找出或者是找回当初我们两个相爱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每天这些无聊的小事或现实的考量，然后呢，搞得我们两个最终连感情基本的基础都没有了。所以这张牌卡呢，有一点类似像是在第3个月份，你心灵跟心理会经历哪些转变，就是你希望找回那个最初自己开心快乐的样子，除了是第2个月给你一点推动力之外呢，在第3个月就是你希望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为什么会说这个才是真实的？就是说，我要怎么跟你形容这个能量场呢？就是会把你扭曲的，会把你改变的，会把你整形变成另外一个不像你自己的人或事或物或环境呢？那个已经是你没有办法继续保留在你的生活里的。所以第3个月份你会勇敢的去追逐，就像那个海豚一样，这样跳起来飞起来，跳起来飞起来。我想我的人生是在一个很顺利、很顺流、很顺心的状况下去运转。OK，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月份呢，心灵跟心理需要经历的一些转变。那整个季度呢，这个是一个蝴蝶牌卡，象征的就是一个蜕变。Transformation is beautiful，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这个新的契机会来，你可能会留在这个旧的人事物关系里都无所谓，或者是你要离开，寻求一个新的都可以。这个只是一个担保，就是这个改变会来。OK 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整个季度呢，你有哪些占有优势以及需要加强的地方？这个叫做执着于过去以及重担。好，我有跟你讲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个月份你会抽到权杖10跟这个钱币2。我有说你在过去这些不能再承担、不能再承受、让你不舒服、不满足的东西，它已经不能留在你的生命里了。所以呢，这里要告诉你，本季占有优势的地方就是说呢，你是一个能够承担重担的人。但是你搞清楚，你不要什么都担，这个就是你的优势。你要选择性的去做一个筛选。那你要去加强优化的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会执着于过去，就是说，可是因为我在这间公司已经有10年了啊，可能再工作2年我就有退休金了哈，或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已经7年了啊，我们这么久的一个感情这样说放就放啊，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哈，这个就是你要优化的部分，你要选择你能够承担的。
你要能够改变过去这些已经不再适合你，因为这张牌卡也是5号牌卡。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人是用一个盒子套住他自己的头，象征的意思是说，你的脑袋啊是在想盒子里面的东西，你没有想到盒子以外的东西，也代表你在现阶段这个人事物，你已经局限在这个盒子里面，在这个框框里面，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太久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舒适圈跟这个框框这个盒子以外的东西了。这个就是你需要加强优化的地方。然后你看这个重担是这个人呢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去改变，他是拖着他的队友，你看他的队友很累哦 ，OK 哈，你要知道说你要承担这个人，你自己本身应该要非常有能力，但是重点是你就算要救一个人，你要救一个能够有活下去有生存率的人，一个死掉的人救他也没有用，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这个已死的这个人事物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已经没有办法再变更好了，或许你就该重新选择你要去承担哪一些。OK， 好，所以呢，这个攻击也是象征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你在这个季度你会有一个恍然大悟，好吧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去看更多的细节了。OK， 好，等一下呢，在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上半场我要告诉你的所有的这些讯息跟细节，你们已经看到了，你有很多东西是重复验证的。好，我们会来看每个月的细节、症结点还有事件，接着我们会来分析每个月份还有整个季度你心灵正处于哪个蜕变的阶段，还有每个月份跟这整个季度你正在卡关的地方，以及需要突破的哪些盲点以及这整个季度的转变对于你灵魂所带来的意义，还有生命的礼物。最后我们会用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透过传讯者我用口说表达的方式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我来告诉你做一个超前部署，好吗？好，如果呢你也想要加入到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这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很轻易就可以找得到，欢迎你们以行动来支持我们的频道，好吗？好，那我也希望上半场的这个能量运势牌卡解读能够为这个天秤座、天秤座的朋友们带来一点简单的这一季的轮廓理解。OK 哈，祝福你哦，天秤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见喽，拜拜。